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书叫做《布鲁塞尔效应》，作者呢是被称为欧洲最铁杆辩护者的安努·布拉福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大家在封面看到的那行字“欧盟如何统治世界”，并不是我对这本书的调侃了，那真的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而作者布拉福德教授自己也不是在调侃，他是真的非常认真严肃的在论证欧盟此时此刻就正在统治全世界。你没有听错，正在统治世界的不是美国，不是中国，而是欧盟。就是那个快连自己的军队都没了，那个开7天的峰会能够炒5天假，另外2天在放假的欧盟。就是那个没有造出 Google， 没有造出 iPhone， 在 AI 竞争里被中美甩得看不见影子的欧盟。那他靠什么来统治世界呢？布拉福德教授说，靠立法，靠监管。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书名的这个布鲁塞尔效应。布鲁塞尔呢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欧盟最重要的立法和监管机构都设在那里，所以呢，布鲁塞尔在西方的语境里就是欧盟权力中枢的代名词。那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呢，就是这样一件事啊：欧盟制定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市场监管法规，而那些跨国企业为了进入欧盟这个巨大的市场呢，他们就不得不遵守这些法规。而关键是在于，这些企业发现，与其专门为欧洲市场生产一套合规的产品，为其他的市场再生产另外一套，那还不如干脆就把欧盟的标准用到全球，这样成本最低嘛。于是呢，欧盟的规则就通过市场的力量，悄悄地变成了全世界的规则，不需要签约，不需要别国的同意，甚至都不需要别国政府知道，欧盟就这样靠输出监管，悄无声息地统治了全世界。这本书在2020年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读完之后的感受呢有点复杂。一方面这本书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也的的确确是把欧洲的很多秩序向全世界输出了。但与此同时呢，我也觉得这本书的结论有严重的过度包装之嫌。它是把一个真实的现象吹牛逼给吹成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叙事。而且呢，这个效应也许正在反噬欧盟自身。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的讲法跟平时稍有不同我想做一个正反读。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我会认认真真的把布鲁塞尔效应给讲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只有布鲁塞尔效应，却没有北京效应、华盛顿效应？然后呢，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会留一点时间来吐个槽。好，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布鲁塞尔效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布鲁塞尔效应的核心其实可以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来理解。假设呢，你现在在家要请客来了8个朋友，其中有2个人是不吃红肉的，还有1个人什么都吃，但必须无麸质。那你会怎么样来做菜呢？那理论上你可以分别做3种菜，一种是正常的，一种是无红肉的，还有一种是无麸质的。但你大概率不会这么干，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那最省事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做一道无麸质的鱼嘛。这样就是所有人都能吃一锅端。这时候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这8个客人里有特殊的饮食要求的只是那么一小撮只是少数那么几个人。但是最后呢，整桌人吃的东西是由要求最严格的那几个人决定的。不是因为这几个人他们的权力最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嗓门最响，只是因为满足了他们这几个人的苛刻的要求，就自动满足了所有人的标准。而你作为做饭的人呢，你天然就会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也就是按照那个最苛刻的、最严格的标准给所有人做饭。布拉福德说，全球市场的逻辑跟这顿晚餐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欧盟就是那个要求最严格的客人，因为它有全世界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法、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最严格的化学品管制、最严格的反垄断执法。而跨国公司呢，就是那个做饭的主人，他面对的不是8个朋友，而是全球几十个市场，每一个市场当然都有自己的监管要求。那他有2个选择，要么为每一个市场分别生产一套产品，要么就是找到那个最严格的标准，按它来生产，然后把产品卖向全世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原因很简单维持1条生产线比维持5条生产线便宜太多了。那么为什么最严格的标准一定是欧盟的呢？为什么企业不能够选择干脆不去欧盟市场呢？
布拉福德教授对此给出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论证。他说要产生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你就同时需要满足5个条件，这5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而当今世界只有欧盟同时满足了所有这5个条件。我们来看看是哪5个。第一，你的市场要足够大。欧盟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 GDP 超过17万亿美元，它拥有超过5亿消费者，而且这些消费者的购买力很高。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说，放弃欧盟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Facebook 在欧盟的日活用户比美国还多， Google 在欧洲的搜索市场份额超过 90%， 亚马逊在德国和英国2个市场就收获了160多亿美元的净销售额。所以呢，你可以嫌欧盟的规矩多但是你不敢不去。然后是第2个条件，那就是你要有非常强大的监管能力。光有大市场还不够，你还得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制度来制定规则、执行规则、惩罚违规。欧盟在这方面是有几十年的积累的，从欧盟委员会到欧洲法院，从各个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到反垄断执法部门这是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监管体系。而且它不是说说而已它是真的会动手的。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常著名的 GDPR， 它的违规罚款最高可以到一个公司全球的年营业额的 4%。对于像 Google 这样级别的公司来说，那就是几十亿美元Google 是真的被罚过的。然后是第3个条件，那就是你要有制定严格标准的政治意愿。那这一点呢，是跟欧洲的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的。2战时期纳粹对于个人数据的滥用，后来冷战时期东德的秘密警察对于公民的全面监控这些事情就让欧洲人对于隐私保护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那些立法对于个人隐私什么保护的是非常严格的。再加上欧洲政治光谱里绿党、自由派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还有那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他们的能量也非常巨大。所以呢，欧盟就在环保食品安全这些领域几乎总是倾向于制定最严格的标准的。所以呢，欧盟不是恰好最严格，而是它在政治上就选择了严格监管这条路它是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政治动力的。然后呢，是第4个条件，那就是你要监管的东西得是那种跑不掉的。布拉福德用了一个术语叫做非弹性目标。什么意思呢？欧洲监管的主要的是消费市场，就是食品化妆品电子产品个人数据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消费者不会搬家。你要把手机卖给欧洲的消费者，你就必须要遵守欧盟的规则。你没有办法让消费者搬到一个监管更加松的国家去买你的手机，消费者是钉死在那里的。这就跟资本市场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对于金融交易收太高的税，那资本就可以转眼之间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去。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欧盟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就比不上消费品领域。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资本会跑，但是消费者不会。然后接下来就是第5个条件这个可能是布鲁塞尔效应要成立的最核心的一个条件，叫做不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就是在那个晚宴里，那个做饭的主人觉得做1道菜比做3道菜要更加划算。就是如果你想要分割你的市场或者分割你的产品，那是不划算的，这就叫做不可分割性。这种不可分割性有的时候是技术层面的，比如说 Google 很难精确的区分哪个用户是欧盟的，所以它干脆就把欧盟的隐私保护标准应用到了全球用户。不可分割性呢，有的时候也是经济层面的比如说电子产品里的有害物质管制，企业发现维持2条生产线的成本远高于按统一的欧盟标准来生产。还有的时候呢，这种不可分割性是法律层面的，比如说欧盟禁止一桩全球并购案，那这个并购就不可能只在欧洲被禁止，而在其他地方照常进行。只要欧盟一禁止，这桩并购案在全世界就黄了。那刚才这5个条件呢，是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的。市场大到你不敢离开，监管强到你不敢违抗，标准严到全球最高，监管对象跑不掉，而你的生产线又没法拆开。这5个条件同时满足的结果就是，欧盟只需要管好它自己的市场，那全世界就会自动跟着它的规则走。这就是布鲁塞尔效应起作用的机制。布拉福德教授说，这套机制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要产生效果不是靠强迫的，它是自动发生的。
欧盟不需要派军队，不需要签条约，不需要威胁制裁，它甚至不需要要求任何人去遵守它的规则。市场本身就是传导机制，企业自己的成本计算就是执行者。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效应在现实中产生的效果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先来看反垄断。2001年，美国2家公司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的420亿美元的并购案，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但是欧洲说不行然后就真的不行了。因为并购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典型的不可分割的嘛，你不可能说这2家公司在美国合并了，但是在欧洲没有合并，欧盟否决就等于全球否决。后来波音公司、UPS、时代华纳一系列美国企业的并购案都在布鲁塞尔被拦下来或者被迫调整。更加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去布鲁塞尔告状的不是欧洲企业，而是另外一家美国企业。微软被告， Google 被告，英特尔被告，原告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因为大家都发现欧盟的反垄断执法比美国要严格很多，在欧盟打官司最容易赢。于是呢，布鲁塞尔就这样成了全球反垄断法的最高法庭。再来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隐私保护。2018年5月，欧盟那个非常著名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正式生效了。GDPR 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你违反了隐私规则要罚死你而是在于它通过布鲁塞尔效应悄悄地变成了全世界的隐私标准。苹果按照 GDPR 制定了全球统一的隐私规则，不管你是纽约还是东京的用户，你的 iPhone 的默认的隐私设置都是布鲁塞尔决定的。 Facebook 也一样，它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统一的隐私控制，所有的22亿用户都获得相同的隐私保护。扎克伯格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呼吁全世界都应该采用 GDPR 式的隐私法律。这倒不是因为扎克伯格热爱欧洲，而是既然合规成本都已经花了，那还不如干脆让所有国家都采用同一套规则，省得来应付五花八门的地方法规。布拉福德说这简直就是布鲁塞尔效应的终极形态。像扎克伯格这样一个被监管的人，反过来替监管者推销他的规则。那到目前为止呢，全世界已经有将近120个国家的隐私保护法律是以 GDPR 为蓝本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些日常生活的领域我们来看看你身上穿的、脸上涂的、家里用的东西。欧盟有一部叫做《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这样的法规，简称 REACH， 它是全球最严格的化学品管理制度。它要求在欧盟销售的产品所含的化学物质都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注册和安全评估。这个法规实施之后，陶氏化学就宣布全部的产品线都按照 REACH 的标准来生产，不管产品是卖到全世界哪里。欧莱雅联合利华重新配置了全球的产品配方。耐克、阿迪达斯、Zara 在全球范围内都淘汰了欧盟限制的化学物质。这里边的逻辑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为欧盟单独搞一条生产线太贵了，那就不如全部都统一到欧盟标准。食品领域也是一样，比如说转基因，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是全球最严的，任何超过含有 0.9% 的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必须要贴上标签。任何新的转基因作物想要进入欧盟市场，都要经过非常漫长的审批程序。他们的法规严格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欧洲法院曾经裁定过，即使蜂蜜里的转基因花粉是蜜蜂从500米外的试验田意外带回来的，那这罐蜂蜜也算是转基因食品。而这种标准通过供应链就传导到了全世界。比如说，美国伊利诺伊州农业部曾经要求本州农民不要种植一种没有获得欧盟批准的玉米品种，因为那些大型的食品加工企业是拒绝接受这种没有获得欧洲市场审批的转基因作物的。亨氏和嘉宝这2个巨头直接宣布，全球销售的所有婴儿食品，包括在美国卖的，都一律不含转基因成分。这背后又是一样的逻辑欧洲的标准最后成了全世界的标准。书里还有一个动物福利方面的案例，我印象非常深。2015年的时候，欧洲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有一家德国公司想用卡车把一批牛从德国运送到乌兹别克斯坦，整条路线呢要穿过好几个国家，其中从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最后一段路程大约29个小时。结果德国海关在出发点之前就把这批货给拦下来了。他们的理由是，这最后29个小时的行程不符合欧洲的动物运输福利法。
欧盟的法律规定，牛在运输的途中是必须要得到充分的休息和饮水的，而这最后29个小时做不到。注意啊，这29个小时是完全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跟欧盟没有半毛钱的地理关系。但欧洲法院还是裁定，只要是从欧盟的境内出发，那么整段旅程，包括中亚草原上的那一段，就都必须要遵守欧盟的动物福利标准。布鲁塞尔的手就这样伸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公路上，就是这么豪横。所以你看你手机里的隐私设置，你的社交软件的运作方式，护肤品的配方，你盘子里的食物，这些东西的标准可能都不是你所在的国家的政府决定的，而是布鲁塞尔的那群欧洲技术官僚决定的。你从来都没有投票给过他们，你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布鲁塞尔在哪里，但是他们的决定每天都在塑造你的生活。这就是布鲁塞尔效应的威力。那么接下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欧盟呢？全世界那么多大经济体，为什么只有布鲁塞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没有所谓的华盛顿效应或者北京效应呢？我们先来说美国。其实直到1990年代之前，全球监管标准的制定者是美国，而不是欧盟。在汽车尾气排放、燃油含铅量、有害化学品这些领域，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标准最严格的国家。欧洲的环保人士反而经常是拿美国标准来批评欧盟落后的。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两者的角色就发生了一次大逆转。欧盟开始在消费者保护、环境、隐私、食品安全这些领域全面超越美国，制定出一套又一套全球最严格的法规。而美国渐渐走上了一条相信市场、减少监管的路。这种逆转为什么会发生呢？布拉福德说，欧洲和美国之间有两个根本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于一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你更加相信政府还是更加相信市场。欧洲的主流共识是，市场靠自己是运转不好的，需要政府来当裁判。这在欧洲是不分左右的，哪怕是欧盟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会说，我不会为了自由贸易而牺牲安全、健康和数据保护的标准。而美国的主流共识，至少是在保守派那边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市场会自己找到最优解。这种差异可以说是反映在各个领域比如说同样是反垄断，欧盟是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不干预，那风险会更大。而美国是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过度干预，那风险反而更大。再比如说，同样是对化学品的管理，欧盟的原则是在我们证明它安全之前，那我们默认就禁止；而美国的原则是正好反过来，是在证明有害之前就默认允许。也就是说呢，总体上来说，强监管在欧洲是一种常态，而在美国很多时候可能算是一种意外。第二个欧美之间的差异是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层面。美国的消费者保护很大程度上是不依赖于政府立法，而是依赖事后的诉讼。如果一个产品出现了问题，那消费者就可以打集体诉讼，要求天文数字的赔偿，而陪审团判的那种惩罚也是非常狠的。那这套制度在美国是非常有效的，它通过这种巨额的赔偿、这种威慑来倒逼企业自律。但问题在于，这套制度是产生不了布鲁塞尔效应的。因为它是事后的，是个案化的，不是事先制定的那种全行业通用的标准。一个在美国败诉的企业，它只需要改变在美国的行为就行了，它不需要改变全球生产线。但是欧盟不一样，欧盟的消费者保护几乎是完全依赖事先立法的。你把产品放上货架之前，就必须满足所有的标准，而这种前置性的合规要求，天然是具有全球传导性的。所以呢，美国不是做不到而是在两个层面上主动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因素，那就是美国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那些监管立法，基本上都是针对金融市场的。但是我们前面就说过，金融市场是最容易用脚投票的。你对股票交易收太高的税，那资本可能很快就跑到伦敦或者香港了。所以呢，美国虽然在金融监管上一度非常的严格，但是这种严格很难变成全球标准，因为你监管的东西会跑。而欧盟是专注于监管消费市场，食品化学品隐私数据这些东西消费者是搬不走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中国。
中国是现在全球第2大经济体，市场比欧盟还大，但是为什么没有北京效应呢？布拉福德说，这是因为市场规模只是前面介绍过的那5个条件之一，光有市场大还不够，中国在其他几个条件上都还差得比较远。首先呢是监管能力不足，中国确实在过去10几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反垄断法、网络安全法、新的食品安全法，但是执行和执法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立法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这方面中国不像欧洲那么经验丰富。其次呢，中国的监管意愿不强，更加严格的监管就意味着更高的合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欧盟的1/3，所以呢，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对于环保隐私这些东西的需求的。中国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去推动更多领域的严格监管。然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来驱动。布鲁塞尔效应的一个核心是，你要买我的东西，就得遵守我的规则。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是靠卖东西给全世界的，而不是全世界争着卖东西给中国。那只要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出口国，而不是一个进口国，那外国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调整全球生产线，这个动力就不强。而且呢，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布拉福德说，即使未来真的某一天出现了北京效应，那很有可能也是中国帮忙推广了欧盟的规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己目前在数据保护、食品安全、竞争法、化学品管理这些领域的立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欧盟那里搬来的。所以到这里布拉福德的论证在逻辑上已经是相当闭环了。放眼全世界，美国、中国、欧盟3大玩家，只有欧盟集齐了把自己的监管标准输出到全世界的所有条件。而美国和中国呢，一个是主动选择了不走这条路，一个是还没走到这条路上。结果就是在监管这个维度上，欧盟成了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欧盟统治全世界的方式，不靠殖民，不靠军事，不靠条约，只靠监管这一个核武器就办到了。所以全世界的臣民们下跪吧，我们都可以朝着布鲁塞尔的方向3呼万岁了。谢谢欧盟的青天大老爷们，给了我们全世界最好的隐私保护、最安全的食物。好，那跪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尘土，来吐槽一下这个欧盟通过布鲁塞尔效应统治全世界的结论可能有哪些不太对劲的地方。首先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觉得最不适的一点，那就是这整本书都是建立在一个布拉福德教授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真论证过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就是监管一定是好的，那么更多的监管就一定是更好的，那么最严格的监管当然就是最好的。他不是完全没有提过监管的代价，在这本书的倒数第2章提了3类批评：成本、保护主义、监管帝国主义，但基本上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而在剩下的这本书大概95%的篇幅里，监管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样的一个观念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当他写到欧盟委员会如何通过监管来扩张自身的权力的时候，他引用了欧洲学者马洛内的一句话，说欧盟几乎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纯粹的监管型国家。说一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监管型的国家，这句话如果放在美国，那几乎就是骂人的话。但是布拉福德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是出自于赞赏，而不是对过度监管的警惕。然后他还写到，欧盟委员会拥有大约3万名职业公务员，他们的核心职能就是围绕监管展开的。我想如果是一个美国的读者读到这里，第一反应大概率就是吃了一惊，我们怎么能在国家层面之上还养了那么多的官员呢？这是谁出的钱？他们凭什么管到我？但是布拉福德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充满自豪的，他的那种感觉是，你看我们的队伍多整齐，我们的声势多豪迈。其实要不要监管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认字名的问题。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几百年来最聪明的头脑一直在争论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欧盟的监管是建立在预防原则之上的，就是我们在讲到化学品监管的时候提到过，在证明安全之前默认禁止。而美国奉行的是一种创新哲学，它是正好相反的，
是在证明有害之前默认允许。你可以说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布拉福德只展示了一面，他默认最强的监管就等于最大的复利，然后用整本书来庆祝欧盟的监管有多成功。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雷，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论据站不住脚，而是它整个立论的前提可能是一种未经检验的信仰。而实际上呢，现实其实已经给出了某种检验。照理说，如果最严格等于最好，那么在全世界最严格的标准下生活了几十年的欧洲，应该是全世界最有活力、最具创新力的地方。可现实完全相反。2024年，欧盟官方出的德拉吉报告显示，欧盟过去10年制定了大约13000项立法，是美国的4倍多。但与此同时，欧盟的生产率增长跌到了 0.5% 以下。那个布拉福德吹了一整本书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实施之后，欧盟科技领域的风头相对于美国下降了 26%， 大约1/3的现有 APP 退出了市场，新 APP 的进入量减半。2008年到2021年间，欧洲大约有 30% 的独角兽企业选择搬离了欧洲。德拉吉把这种局面定性为欧洲的生存性挑战，还公开呼吁要对现在正在发展的 AI 进行监管暂停。这可不是外人在阴阳怪气啊，这是欧盟自己的重量级的官方报告。而这背后的因果链条，学术研究也揭示得很清楚。严格的监管抬高了合规成本，这个时候呢，能承受的反而是那些大企业，他们有庞大的法务团队来应对任何新规。于是呢，合规成本本身就成了一道护城河，把那些初创企业从市场里挤了出去，于是创新生态就被压制了。乔治·梅森大学法律评论的一篇综述研究就证明，布拉福德吹了一整本书的这个 GDPR 其实反而巩固了那些大型科技企业的地位，使那些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更加难进入市场。这很讽刺吧？监管声称是要约束那些巨头，结果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恰恰是那些巨头。再退一步说，即使是那些能够暂时扛住的大企业，他们面对欧盟的这种严格监管，也始终是在做一个暂时从了，还是干脆掀桌子的选择。布鲁塞尔效应的底层逻辑无非就是一种要挟嘛，你想不想要我的市场？要，那你就乖乖受我管。如果对面是一个想要和和气气做生意的人，那这种要挟是会成立的。可是如果对面是一个要来搏命的人呢？目前的 AI 产业就是这种情况。2024年，欧盟火急火燎地通过了全球第一部综合性的 AI 法案，要把 AI 给死死地管起来。那按照布拉福德的理论，那全世界这时候就应该跟进啊。但是欧洲2025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几乎没有国家在模仿。英国、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日本全部选择了轻监管路线。连在数据隐私和食品安全立法上对欧盟亦步亦趋的韩国，这一回都刻意避开了欧盟式的重罚和全面禁令。科技公司这一回也倾向于不陪欧洲玩了。Meta 直接宣布最新的 AI 模型不在欧洲发布，苹果的 AI 功能也大幅推迟在欧洲的上线时间。那为什么这一次不灵了呢？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在 AI 领域全力竞争，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可能是国运级别的创新，所以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让欧盟来制定规则。这就像是两个人正在拔枪互射，生死一线间呢。这个时候你这个围观群众说，两位大哥看我一眼啊，谁有空看你啊？所以我在想啊，布鲁塞尔效应会不会反而是一种欧洲对自己竞争力的逆淘汰机制呢？它能起作用的往往是那些对于别国并不生死攸关的行业，像是食品啊、一般消费品啊，在那些领域人家看在钱的份上也就从了，就陪你玩这个被几万条法规层层捆绑的 SM 游戏，反正是存量博弈嘛，那多挣一点是一点。可一旦涉及那种真正要命的东西，那发生的可能就是相反的事。欧洲先把自己绑了一个五花大绑，正要喊客官一起来玩呀，转眼一看别人都甩开膀子100米冲刺去了，留下五花大绑的自己在风中凌乱。也许这就是布鲁塞尔效应最致命的问题所在了。在这个框架底下，欧洲跟他的那些对手其实不是同一个牌桌上的对手。布拉福德的逻辑是，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权利是同一个级别的。所谓美国创新，中国模仿，欧洲监管嘛，在他的这个世界里，
监管者就是统治者。但是21世纪真正的权利是什么？是创造的权利，是设计芯片、训练 AI 模型、建造平台、定义人们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谷歌决定了10几亿人怎么样搜索信息，字节跳动决定了几十亿人的信息流， AI 公司正在重新定义人和知识的关系。而欧盟的权利是在这些产品上加一个隐私弹窗，不弹就罚死你。对，你是可以判运动员犯规，但是观众买票进场终归是来看运动员的。如果你的哨子吹得太狠，那终有一天运动员们会索性退出你这一个满是红线的赛场的，他们会去一个裁判下手轻一点，可以甩开膀子来比赛的新联赛。而欧盟之所以执着于当裁判，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在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做出了一个主动的战略选择，而是因为他可能没得选，是因为他已经在这场属于21世纪的全球竞技里渐渐失去了当运动员的资格。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法学教授林德塞斯说得非常准确，他说欧盟之所以在监管领域疯狂的发力，恰恰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硬实力。欧盟没有军队，没有统一的财政，所以监管不是欧盟选择的武器，而是他被迫退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布拉福德用这本书描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在很多领域，欧盟确实在通过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输出它的监管标准，但这种布鲁塞尔效应本身是一回事，而欧盟统治世界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很让人唏嘘的是，如果有一本书是在论证同样作为运动员的欧洲其实有和美国、中国一较高下的实力，那么我会非常由衷地钦佩这种雄心。事实上，欧洲今天在很多行业上仍然是非常领先的。但是如果你花了一整本书理直气壮地论证一个裁判与运动员一样强，那我不但很难被这种理直气壮说服，反而读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感。好，那这本布鲁塞尔效应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呢，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